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余生捧出了2个人，一男一女，如今均参演了大制作古装。一部大热作品，不仅有着让2位主演咖位飞升的能力，更具备了让众配角在剧目收官之后仍然热度不减的实力。提到这样的剧，你或许会想到7年前大街小巷都在讨论的虐恋仙侠《花千骨》，或许会记起三生三世轮回，相差万岁却坎坷相恋的十里桃花。诚然，回顾众多大爆剧，古装剧的占比极多，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切。毕竟如今是现代社会，除开特定的场景之外，大部分人是无法长时间体会古人的作息与生活的，更别提那种只存在于小说里的奇异世界了。所以，带着对古代的向往，从而对古言剧万分偏爱，使得古偶剧爆款频率快，其实是正常的。但这也代表现代剧就真的被压制了。这22年开年6月，古言剧市场试爆了《玉娇记》与《梦华录》，而都市剧市场也不弱，一部播放超40亿的《余生》，在播时成绩就让人艳羡，如今2轮上星，出产海外，后劲儿十足，狠狠地给都市偶像剧挣了一回面子。01余生实际亮眼，肖战杨紫 CP 营业友好，女配李慕晨已参演多部佳作。余生作为一部总定档但却总撤档，每临近播出就被雪藏的倒霉蛋，在正式上线之前，期待的粉丝被溜了一次又一次。原以为他的定档遥遥无期了，不料却空降出现了。在前期宣传仓促的情况下，由于是上星的模式，每天2集的放了半个月就完结了。播出时长如此之短，积压年岁已超2年。在这2种劣势前提下，剧目依旧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即使目前还没开分，这豆瓣上也是好评如潮。肖战与杨紫作为顶流级的人物了，在90后小生小花里，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影视实际，均很亮眼。在余生没播出前，就在晚会上互动有爱的2个人，在余生上线后动态多次 Q 对方，完全诠释什么叫 CP 正常营业。他俩是剧目的核心，剧目捧红了他俩是意料之中。而女配李慕晨也因为这部剧，在入圈多年之后再度被发现了。为何要说再度？是因为在21年的大火剧《司藤》里，她就曾惊艳过观众。她是披着一身绣花衣裳，带着叮铃叮当银饰的沈银灯。原文里形容她时用到媚眼如丝这个词，表示她是个美艳但同时又具备攻击性的女人。在剧里，描着细细长眉的李慕晨也确实尽力还原了原文的描写。她贪心不够，想要的越发多，这心思就越发黑。长的一双桃花眼，可这眼神却是无尽的深渊。沈银灯这个偏反派的角色，李慕晨拿捏住了。而《梦华录》里葛招娣这个娇憨坚毅少女，李慕晨又贡献了新的表现。葛招娣是少年时落了灾，一路流浪一路生存。初登场的时候，她身上脏兮兮的，头紧紧地戴着帽子，全然看不出是个精致五官的小美人，可假小子了。她被人欺骗，设计害人是不假，但这孩子也是真心的纯善，知道自己错了，说着自己的优点，求着赵盼儿让他留下来的样子，憨憨的，很可爱。女配参演了大制作古装，男配李云瑞也没闲着。在接档剧《星汉灿烂》的预告里，他终于是出现了。02绿茶师兄挑战古装，新剧喜剧人设，扮相意外帅气。李云瑞在余生里扮演的角色是那个在男女主暧昧到一半忽然冲出来的师兄。高中的时候对林之孝就上心了，偏偏隔了数年才回来。这一回来吧，看见心上人要跟别人走，就开启了他的绿茶操作。先是多次在顾魏面前回忆自己与林之孝的过去，后是横插在俩小暧昧中间。人家去吃饭，他也要跟着去。结果查着查着，就莫名助攻了男女主，最后师兄悄然退场。时隔数月，这次再出现在大家见面，李云瑞开始挑战古装了。在星汉的预告里，他俨然就是个喜剧人，瞧见别人穿的比他好了，觉得自己在喜欢的人面前掉份儿了，于是马上回府，吩咐下属表示自己要穿更好一点的衣裳。
而后终于把精致穿搭整好之后，很是自信地站在人小姑娘前面显摆。这臭屁样子，李云瑞开始走搞笑路线了。五官硬朗的优势，让她在穿上古装之后意外合适，头发全竖起，显得很是清爽。梦华录已经爆了，星汉灿烂也预备着了。两个人从余生出来，又参演了好作品，这演艺运气是真的好。02星汉灿烂未上线，全网热度以20亿，沉香如屑的对手有了。随着各类院校学期结束，暑期正式开始。影视排期中最具优势的暑假档期即将与大家见面。以往在7、8月份播出的剧，总能收获比了冷档多一些的关注。在流量爆发的时期，用一个假期就飞升成爆款，是再简单不过的时期。虽然不太可能复制7年前《花千骨》那样的成功了，但达到琉璃那样的高度还是很有机会的。21年的暑期档，璀璨都被现代剧占了去，前有荣耀夫妇，又有乔家的儿女，而如今22年档，各家可都在给自家的古言剧预热了。被剧内演员爆料将在7月上线的《星汉灿烂》，一连发了2版预告。从物料频率上讲，它接档《梦华录》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预告质量来看，如若库场放了《沉香如屑》，那这2部剧成为同期对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星汉灿烂欢乐宅斗，城少商人设备丰富，赵露思来到舒适区。在公布整体片单的时候，星汉灿烂就放出了1版预告，主要以男女主的感情线为重点，从2人相遇场景到最后相守，没有过多的透露剧情，主要是让大家看到赵露思与吴磊的 CP 感。而前不久发的新版预告，则将侧重点放在女主程少商身上，说那程家有一女名少商，自小与父母分离，说书人在画外音里缓缓吐出字来。画面里披着斗篷的程少商一转头，笑嫣然。而后这画风一变，原以为程少商是温柔无限的女子，不想她脾气暴得很，别人朝她无父无母，她面无表情，马上就把胳膊抬上去，一拳招呼在嘴碎人的脸上。长辈闹了矛盾，正在大吵特吵，她不上去劝架，反倒是偷摸扒拉在后边，忍不住看笑话。在大堂上眼见情势不对，2拳邦邦打在自己脸上，把自己整成了个小浣熊，摇着头就往后摔。嫡女程少商假意痴傻，但实则真喜剧人。在宅斗版预告里，程少商的人设被丰富了，使得没看过原著的观众也能感觉到她的可爱。如果说之前还有人觉得她不适合出演黑莲花女主的话，这次预告算是为她证明了。程少商这个角色恰好来到了他的舒适区。从洛菲菲与白凤熙2个人物对比就能看出来，赵露思更适合出演那种外貌与能力设定没那么强势的角色。白凤熙又是一国公主，又是江湖女侠，且这外貌也是倾国倾城，这样的完美人设，歌圈里找也找不出几个。为了展现白凤熙的王者气息，在《且试天下》里赵露思总是抬着脖子演。或许觉得这样能在仪态上达到成效，但事实却是，观众不仅无法理解，而且觉得梗着脖子演实在别扭。白凤熙是他入圈第6年的角色，被吐槽惨了。而回看他青涩时出演的洛菲菲，穿越到架空时代，风风火火行事，连狗洞都想着要钻。为了向别人求饶，方言都给整出来了，天生自然的灵动有趣。对比一下程少商与洛菲菲，就能看到他们的相通性。来到舒适区的赵露思能表现出来的实力，远比徘徊在不适区的强。星汉灿烂选角备受肯定，剧情甜虐看点多，沉香如屑有对手了。作为一部 IP 改编剧，星汉灿烂的风评算是众多待播剧里排得上一档的了。在2版预告放出之后，不仅零不疑程少商的选角被暂贴原著，而且剧组请到的老戏骨与信任也备受肯定。无论是霸气的母亲曾黎，还是娇憨的小姐陈意涵，均在预告短短的几秒钟里展现了光彩。特别是曾出演《余生诗歌》的李云瑞，这次演了个呆瓜，为人让心上人注意到自己，还特意回府换了身衣裳，让心上人很是无语表情。就目前来看，星汉灿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压抑，
反倒是欢脱轻松，很适合休闲追剧。如果说星汉灿烂的看点是群像的话，那么隔壁台的沉香如屑的优势就是男女主虐生虐死的感情。在天上时，两人明明心意相通了，但碍于男主要保护苍生，不能为了私欲而活。于是乎，在女主被人陷害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将她送入大牢。在他绝望之际，又前来送他一程。这种极致推拉感是沉香如屑的最大赢面。两部剧虽都预定了暑假的档期，但就预交际与且试天下的排期来看，俄库两场大概是会选择双赢，而不是就让两部王牌正撞。那么就期待两部剧都能取得好成绩吧。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